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2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美国众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抗衡中国；第二个，恒大美元战又爆了，下周还有一个啊。先讲美国国防授权法，美国众议院9月23号316票赞成，113票反对。通过2022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个国防授权法，为美国国防部提供7780亿美元的预算啊，比拜登政府提出来的预算增加了250亿。那么法案说明增加预算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为国防部提供充足的资金投资在应对目前以及未来局势所需要的能力；第二个，巩固美军在军事技术上面的优势地位，在全球层面与中国展开抗衡。这个讲得很清楚，目标就是要对抗中国。那么这里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军方投资的新项目涉及到网络安全、创新技术和资讯系统的发展。大幅增加对关键研发领域的投资，包括生物技术、定向能源和电磁频谱等那么第二个，能源拨款62亿美元，支持太平洋威胁倡议，维持美军部署在印太地区。它主要是太平洋威胁倡议，主要是其实可以叫威慑倡议威慑倡议主要是部署美军在美军在印太地区的设备、设施以及其他领域的安排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代表首席议员共和党人罗杰斯发言的时候说，他说中国在新兴技术和武器系统方面的进步正在超越我们。我们知道中国发展这些能力并非只是为了防御。近几年我们看到中国使用军事力量扩张边境，威胁我们的盟友，并在新大陆上立足根基国防授权法投资在军方的能力上，让我们在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国防授权法非常的长，1300页有7项跟中国有关我们就重点讲这几项，还有一些部分跟台湾有关737条，禁止美国直接或者间接资助中国主导的研究，包括生物医学、传染病、基因编辑、遗传学、病毒或军事医学等研究。803条，禁止像中国在内的非盟友国家采购军人保护装备。第836条，禁止采购从新疆开采或者生产的任何产品。1052条，国防部要在法案通过后的180日内提交报告，讲述2019年武汉举办的世界军人运动会的详情，内容必须包括：第一，美方参与的人数，参与者回国后的身体检查报告；第二，参与者回国后出现武汉肺炎症状的人数，军方是否有检验参与者武汉肺炎的抗体；第三，美军参与这次运动会与武汉肺炎爆发是否有关联。法案要求报告必须以非机密的方式提交，并可以搜索的格式在网上公开，就把这件事情给它公开掉省得中国老是在那儿讲1244条，要求国防部报告中国在未来20年的军事策略发展以及行动概念。报告要求对解放军军力做详细的评估，包括弹道导弹、互联网战斗太空军备、核武器等报告要求评估中国对台湾海峡、东海以及南海的战略部署1246条，国防部必须于2022年6月15号以前与国务卿、财政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提交报告，讲述中国政府在拉丁美洲通过外交、军事、经济以及其他方式扩大影响力，以及这种作为如何影响美国的国防和安全利益。
1323条，禁止以国防授权法拨款向参加北京冬奥会和残奥会的美国政府官员提供交通工具。参议院同时通过与中国人权问题的有2项修正案，236条修正案，中国在中共的指导和控制之下，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其他宗教少数群体成员进行的暴力构成种族灭绝罪。第二，240条修正案，当奥运会或其他国际运动竞赛在共产威权及侵犯人权国家举行的时候，美国要为美国体育代表团提供有关人权和个人隐私的简报。那么参议员迈克尔说，美国运动员应该知道他们面临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当奥运会和其他的比赛在中国这样的残暴威权政权控制的国家举行的时候。修正案要确保美国队了解中国的人权情况和侵入性的监控活动，保护他们，并防止中共利用2022年冬奥会做宣传活动。那么你可以看到这整个的国防授权法它当然有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保持美国在军事上的优势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抗衡中国抗衡中国，美国国会给了一些工具这些工具当然要美国政府愿意使用这些工具这就是国会和政府之间的分工。国防授权法有3条条文涉及台湾，1243条。2022年2月15号之前，国防部要向国会提交报告，加强美国国民警卫队和台湾合作的可行性和适当性。1247条，根据台湾关系法的规定，抵制任何诉诸武力或者其他方式胁迫维持台湾人民的制度。美国应该继续支持台湾发展有能力、准备就绪的现代国防力量，维持充分自卫所必须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1248条，国防部应该邀请台湾海军参与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叫RIMPAC RIMPAC。那么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是什么呢？是71年开始的，每2年一次，目的是培养和经营美国和盟国之间的关系那主要是保持这个海上运输线支持印太自由开放的理念那么解放军曾经在2014年到2016年受邀参与这个太平洋军演。那么2018年川普就没有邀请解放军参与。2022年本来美方要邀请，到后来呢因为南海问题取消邀请。那么2020年是在夏威夷举行，有10个国家23个舰艇5300人参与那么美国国会用这个通过法案，当然这里面有2点。第一个让国民警卫队和台湾合作，应该是这个海巡法的范畴避免和这个引发这个外交上的问题那现在呢，众议院通过了这个国防授权法，现在就是下一个就是参议院的版本参议院版本就要通过之后呢，2个版本合并最后各自再表决一次那么再送给这个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就生效那么当然你看整个国防授权法，它的主干的方向就是2个，就是加大预算，大方向就是增加预算7700这多少？7780亿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7000多亿那么这美国
显然美国正在做全方位的动员啊，全方位的动员就是应对中国。嗯，把美国惹翻了没有好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要惹美国，可以跟美国周旋，可以跟美国博弈，但是不要把美国惹翻，把美国惹翻后果非常严重。你看一战、二战都可以看出来。好，我们再讲讲恒大，恒大继续啊，恒大的危机是从9月10号开始，恒大危机是恒大财富9月10号400亿理财产品暴雷啊，他没办法兑付。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先要讲恒大现在这个状况的一个基本概念。从9月10号开始，恒大集团其实已经实质性的破产啊，因为他没办法兑付啊。不过呢，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没有发生的原因就是说，技术层面来说，恒大已经破产啊，只是政府采取一个拖延的方式，让恒大这个雷呢慢慢的爆，而且持续的爆啊，拖的时间越长越好。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冲击产生的冲击，它会慢慢的衰变，你时间拉得越长，那个冲击产生的这个影响会越小。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冲击是会慢慢越来越小，但是风险却是在增加。为什么？因为你可能累积一些问题，会累积到碰到一起爆发。那么这是一点，所以实际上呢，从9月10号开始，恒大集团已经技术上破产啊，只不过它没有发生这个法律上的行动啊，就好像那个海航集团，海航集团今天最新的消息，陈峰给抓了，海航集团的董事长。海航集团有2个创办人，一个是陈峰，另外一个叫王健，跟我同姓，但是健是健康的健。王健呢，这2个创始人呢，王健原来是海航的老大，陈峰是老二。后来出事之后呢，这个王健就在法国，说是因为跳一个矮墙给摔死了。这个王健的死因到现在还有疑问啊。当然有些人爆料啊，但是那些爆料老实讲我也不信。我觉得那个跟这个谎言一样，都是谎言，中间还是有问题。那么王健死了以后呢，陈峰变成老大，陈峰就是维持海航一直处于一个状态，所以一直就没抓他，让他去维持这个局面啊。这个情况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许家印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海航其实早就破产，因为他早就没办法支付。破产是什么概念？破产就是你没办法还债就破产，不管你多有钱，不管你有多大的资产，只要你无法偿还债务，哪怕你是1块钱，你还不了，你都可以破产啊，这就是问题啊。那么实际上你先看现在的恒大的情况，就跟这个海航是很像的，技术上它早就破产，海航技术上早就破产，但它一直不让它破啊，拖延了非常长的时间，那么最近才破产。破产呢，就把它资产分成4大块，开始拍卖。那么这个尘封的作用就用完了，尘封的作用用完了，就把它抓起来，就是这个做法啊。你可以看到啊，这个许家印，尘封的未来，尘封的这个遭遇，许家印可以参考一下，可以参考一下。那么，所以呢，从9月10号开始，恒大呢技术上破产，而且我从当时我就认为，恒大就再也不会给债权人1分钱。为什么？因为他没钱啊。如果他有钱，恒大财富也不会爆雷。恒大财富爆雷，就是因为他1分钱都没有啊，这是基本的逻辑。这个逻辑到现在没有改过啊。路透社今天报道说，恒大地产美元债券的3名投资者说，他还没有收到9月23号到期的利息啊。
恒大集团目前没有就恒大美元债的利息支付的情况公告啊，令这个投资者坐立不安。这笔利息是多少钱呢？是8350万美元。那么债券持有人既没有收到钱，也没有收到信息啊。那么现在这个债券有30天的宽限期，叫付息宽限期啊。如果这30天过去还没有付款，那就构成实质性的债务违约啊，叫债务违约。债务违约基本上你就是要跟债权人谈判，你到底怎么办？如果你不处理啊，你不跟他谈判，达成一个协议，那怎么办？债权人就可以起诉，申请你破产，这就是全世界的做法。所以我讲，只要你还不了债，你就是技术上就破产了。这就是一下子，哎，看见没有？有30天时间，这就是恒大想要的效果，尽量的拖延时间，然后跟他谈判。那么人民银行昨天今天向银行系统注入2700亿，流动性啊，流动性就是资金啊，那可以视为对恒大事件的一个流动性的支持啊。大家知道，爆发当你爆发一些金融事件的时候，通常金融市场会出现什么？银根收缩啊，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把钱抓住啊，因为防止市场出现状况，那么市场就会发生流动性紧张。那么人民银行这个时候向市场注入2700亿，说明什么？说明它是做一个预防性的部署啊，这个安排对的，这个安排是对的啊。那么中国政府从9月10号到现在，中国政府部门没有出来说一个字，保持沉默啊。官方媒体呢也没有提供任何就是政府准备救助的线索啊。官方媒体也是非常的低调处理恒大事件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政府呢就一直非常小心的藏在这件事情的背后啊，避免背上这个大锅啊，不表态，到现在还没表态啊。那么新加坡信安环球投资固定收益主管阮豪忠他说，这个时间节点的沉默令人害怕。是啊，这个时间节点，这不说话的吓人啊，就是特别是恒大这个时候应该出来公告啊。那么这个阶段，当然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啊，而且像恒大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大的规模的暴雷没有先例啊。所以他希望在中国进入国庆假期之前，能够关注这个情况的进展。路透社引述 Janus Henderson Investors 的这个投资经理叫 James，他的话他说呢，按照现在市场的定价，恒大的美元债理论上来说，这个投资者是拿不回来多少钱的，因为这个价格太高了啊。说明什么？大家都觉得这笔钱是拿不回来的。最可能的结果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恒大和债权人达成一个重组协议。如果恒大在这件事情上处置失当，那么市场对恒大失去信心，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啊。那么我们再重复一遍，恒大的总体的债务是3050亿美元，相当于1亿9千7百万人民币，就大数就是2万亿啊。那么其中海外的债券是200亿美元，恒大在海外有200亿美元的债啊。那么投资者担心恒大的崩溃可能给中国的金融系统带来系统性的风险啊，并把这个风险波及全球市场。中国政府动员了所有的媒体资源，为这个担心洗地啊，为这个担心洗地啊。而且海外的这些中国的代理人也帮忙洗地啊。最典型的案例是谁？最典型的案例，这个人叫达利欧。达利欧是谁呢？达利欧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的创始人
叫桥水集团桥水集团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对冲基金，这个达利欧就是中共的代理人他就在星期二在接受彭博采访的时候说，恒大的形势完全可控完全可控，这简直是胡扯完全可控，今天还不了债那么，而且还有一些人说这个什么，现在不是中国的雷曼时刻，这些人在干什么？这些人这些言论是什么？这些言论在欺骗舆论和投资者你今天这个事实就摆在面前，有可控吗？不可控恒大事件，恒大这个雷真的爆了，就是恒大真的破产。真的爆发，真的爆发，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无论你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为什么？因为这个规模太大，超出以往任何一次规模。大家知道雷曼兄弟倒闭之前他亏了多少钱吗？雷曼兄弟倒闭之前，他只亏损了39亿美元一个季度，多吗？真的不多，真心不多。他是怎么倒闭？他为什么只亏了39亿美元，结果他就倒闭了？因为所有的投资，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不肯收购他的任何资产，美国政府也不肯买他的东西为什么？所以呢，他就倒闭了，所以他还不了债，还不了债就倒闭了为什么呢？因为雷曼兄弟这家公司呢，深度的参与了 CDS。什么叫 CDS？ 就是信用违约的掉期合同就是 swan 就是掉期合同。他深度的参与了这个 CDS 市场，所以呢，整个链条，它在这个整个链条当中，它涉及的风险敞口到底有多大，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买它的资产？因为没有人知道它的那个敞口有多大。这是原因。这个情况其实跟现在的恒大是一样。恒大虽然我们讲是，恒大它公开的这个数3050亿美元，总人民币是2万亿，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恒大到底有多少债，没有人讲得清楚，只有许家印他自己知道。为什么？因为他除了账面上的这些债以外，他还有什么呢？还有名股实债。就是很多项目债，你不知道哪些东西是它的底在哪里，没人知道，所以买它的项目也不好买。所以现在的情况，恒大的情况和谁像？和雷曼真的有点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想一下，昨天有一个人在聊天室里讲，说恒大200亿美元洒水啦。2下就这些投资这些基金分一下就分掉了，根本不算啥。你不知道你跟恒大签了一个什么东西了。所以我们就讲，现在恒大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恒大的情况是这样，我们按照迫切性我们把恒大现在的主要的问题分成4大块。第一个叫美元债，按照迫切性，最迫切是美元债。第二个叫恒大财富，就400亿。第三个是楼盘烂尾，就是它的楼盘交付它有1000多个楼盘那1000多楼盘都在卖，有很多全国有300万个小业主这个楼盘交付的问题，如果他不能交付这楼盘，那小业主就要上街。那么还有一个是国内的债务国内债务把它排在最后。那中国政府可以把那国内债务的债主摁住，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放到最后去讨论。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美元债。美元债恒大在3月份之前是没有到期的美元债，美元债现在就是付息的问题。那么年底最多陆陆续从3月4月开始。那么这一星期到期的是8350万美元的利息，下个星期还有一笔4750万美元，这2个星期光就这半个月是1.3亿美元
那么恒大的美元债是200亿，它曾经最高的利息达到多少呢？曾经最高的利息曾经有过13厘，就13%的利息。我们大概的算一下，每年恒大的美元债的利息应该是在15亿美元左右，小100亿人民币啊。也就是说，今年开始它付100亿美元、100亿人民币的这个美元债的利息，这个窟窿呢不算大啊，相对于恒大的这个体量来说不算大，但是影响非常的大啊。如果你不处理好，可以直接让恒大终局，就直接申请它破产。所以呢，政府如果不能及时出手的话，恒大这个雷可以因为美元债直接爆掉啊，直接爆掉。恒大昨天耍了一个花招啊，23号耍了22号耍了个花招，耍了一个什么花招呢？恒大地产9月22号发布这个一个付息公告，说他的一个债，国内的债啊，叫40亿的国内债，叫20恒大04债券。他说这40亿的债在9月23号会支付利息啊。那么这个债券总值是40亿，利息是2.32亿啊。那么它的债券的发行对象是专业投资者啊。那么恒大地产说，他们不会通过中国登记结算系统支付利息，而是选择场外方式协商解决。什么意思呢？其实讲到底就是恒大地产不会付利息啊，但是会在场外和投资者勾兑搞定，就这意思啊。中诚信国际在9月15号，出了一个公告，就降低这个恒大地产和恒大地产的主体和相关债项的信用评级，由这个 AA 调降到 A 啊。那么20恒大04呢，也是由 AA 降到 A 啊。所以呢，这个恒大呢就在22号就出个公告，说我会23号付息，不过呢不走系统，我们底下搞定。所以呢，这招很管用。那么市场呢好像接受了恒大危机缓解的信息，这么当天这个股价还涨了一下啊。其实这就是个骗局。我就讲过，从9月10号开始，恒大不会向债权人支付1分钱。所以可以说呢，美债是恒大危机当中最可能发生突变的一个环节，就是它盖不住，或者是政府出手慢，或者反正你要政府官僚啊，他不一定有那么及时的反应。这是第一个，就是恒大的美债。第二个，恒大财富400亿啊，这是个大窟窿啊。那么恒大是9月13号宣布用房产抵债啊，这个操作呢其实是违约啊，因为我借你钱，我们合同写得很清楚，我借钱给你，你还钱给我，你怎么突然还房子给我？这怎么行？这就其实是违约。违约是什么意思？违约就违法啊！你理财产品你违约就是违法。但是深圳的银保监会不说话不出声啊。那当然，显然就是政府在默许恒大用这个恒大财富用房产兑付啊。为什么政府会这个时候默许他这么做呢？就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恒大财富的投资者的主体是恒大的自己的员工，这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些供应商啊和关联企业啊。那么社会上的投资者有吗？有，但是不多，占比不多，这是第一个原因啊。所以呢，他觉得反正你们都是一伙的，这个以社会性的影响不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种操作呢，让恒大用房产去抵债，这种操作呢可以降低政府介入的这个成本，因为政府要介入的话，你400亿你得掏啊，你不掏的话，他没钱，
你要搞定这投资者，那你也自己掏钱，你不掏钱，那怎么办？那你就允许他这么干，大概是这样。那政府介入的成本就很低了。那为什么政府默许恒大财富用这种方式，用一个违约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呢？原因只有一个，政府现在的策略是什么？政府现在的策略对待恒大雷暴这个策略只有一个，它只有一个策略，拖时间啊。那么之前也不断的有媒体说啊，这个星期会有出方案，那个星期会出方案，我觉得不会出方案，我这个方案出不来，它会拖很长时间，我认为它会拖。那么9月13号，恒大公布的这个恒大财富公布的这个兑付方案就是两种，一个叫现金分期啊，现金分期，一个叫实物兑付啊，还有一个就是冲抵购房尾款，冲抵购房尾款就是搂草打兔子，顺便也一起搞定这个意思啊。现金分期兑付什么意思呢？就是到期的恒大理财产品付现金，但是呢分10期啊，每期付10%，每隔3个月付一次，等于是什么呢？30个月还完，30个月那大概2年半时间，30个月24是对2年半时间，把你这笔钱还完，就是用时间换空间，违法吗？当然违法啊，当然违法，因为他违约了嘛啊，但而且没有谈判过嘛，他直接公布，公布是什么？公布就通知你，怎么能这样啊？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事情，深圳银保监会不说话啊，不反对，就是帮助恒大来欺压这个投资者啊。第二个叫这个资产兑付，资产兑付就是恒大把各地的这个住宅、公寓、商铺和车位对价对价，然后恒大就说啊，给大家好处，什么好处啊？住宅72折，公寓54折，商铺和车位48折啊，这个看得过去好像很优惠，但是你怎么知道它后面的价格怎么调的啊？这个骗人的。恒大这件事干这种事情干的可就真不少，就是我们打这个6折，打5折，然后把价格提上去，再给你打5折，兜了去了，这其实还是坑害投资者啊。然后9月23号，恒大公布实物兑付的这个安排，每个月的28号之前线上选房，你在线上选你要哪个房啊，然后这个选完房之后29号对账啊，对账，下个月的1号又开始恢复办理，就你慢慢办吧，我不着急，我不着急，你也别着急，就这意思。恒大财富公布了27个省实物资产兑付的办公室地址啊，恒大的资产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它的半年报啊说上半年开盘65个，开了盘65个，就是有65个新盘开始卖啊。那么总的在售项目，就是已经在卖的项目，全国有多少个？1236个啊，很多项目啊，遍布全国主要的城市啊。那么这个 Win 数据显示，截止6月底，恒大投资性的房地产总值是1554亿元，可供出售的物业是1445亿人民币啊。那么今年上半年，恒大还买了15块地啊，建筑面积是771万平方米啊。那么到6月30号，恒大集团整个集团土地储备是778个，分布在233个城市啊，土地储备原值4568亿啊，这个可以听一下，不是真的啊。那么恒大财富这种兑付方式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恒大财富这种方式最大的问题在于，恒大全国各地的楼盘全部停工了啊，有没有在建呢？没有在建，为什么？因为他没钱，没钱，建筑商全部都停工啊。
实际上这个许家印开会叫什么所谓的保交付，保交付没有钱就是空话，其实就是要找钱，有钱就能交付，没有钱就交付不了。所以呢，如果恒大无法正常运行，意味着什么？恒大恒大的楼盘没有就不能够正常兑付，你不能正常兑付，意味着恒大财富的实物兑付方案就是赤裸裸的欺骗，而这个方案政府默许，政府默许这个方案什么意思？政府有道德风险，等于政府绑到了这个战车上去了。可是呢，政府还是选择了默许，说明什么？说明两点：第一，政府资源有限，他也没钱，他也不想背这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府还是想推迟这个介入，就是公开介入的这个时间，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关于美元债、关于这个恒大财富的这两个问题。所以恒大财富这件事情报没报？恒大财富这件事情报了，但是没有炸。为什么？因为政府默许恒大集团用欺压投资者、违约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政府在后面这个默许他这么干啊。那么剩下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楼盘烂尾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内债的问题。楼盘烂尾现在问题还没出来，没有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交付你不可能马上大家就有意见，你肯定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交付大家才会有意见。你本来是8月30号交付，你9月30号还没交付，抗议说不过去，可能你到了12月30号你还没交付，我就可以去售楼处砸了。大概是这个样。所以呢，楼盘烂尾这件事情呢，可能还需要时间，还有一段时间给这个恒大，恒大还可以去翻滚一下。那么国内债呢，我相信基本上没有人抱有指望、抱希望。国内债主要是商票，恒大的商票。那么恒大的商票对不了，其实就可以告他。但是告他也没用，因为他根本就没钱，就这么简单。大体上恒大这件事情，目前的情形就是这样。最大可能爆起来的可能就是美元债这一头，那就看政府怎么处理啊。好，我们大体上今天把这两个这个案子跟大家做了个交代。现在的情况，恒大现在遇到的情况和中国房地产下行这个情况正好重叠。恒大这件事情会加剧房地产市场的下行，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又会增加恒大的困难，因为恒大卖不动房子，所以这两个问题就不断的往前走，大概是这样。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明谢 Ancom， 谢谢。突发孟晚舟9月24号通过视频出席美国联邦法院的庭审这是他的代表团队将磋商延期起诉协议，来解决美方对他的指控，得以返回中国。条件是美国司法部要求他认罪，并支付巨额罚款。华为孟晚舟代表律师和美国法院3方目前都没有回应那 CBC 加拿大的 CBC 说，如果纽约的法庭接纳协议，则温哥华法庭也将在今天晚些时候暂停孟晚舟的引渡程序这是一个妥协，就是说，在不引渡他的前提之下，让他出席这个美国联邦法院的庭审
那么如果是这件事情能成的话，说明孟晚舟的律师和美国已经在接近达成协议了，达成协议啊。观点拉长时间，暴雷冲击会比较小的前提是没有新的暴雷持续发生。当新的暴雷一直进来，拉长时间应该没有帮助。拉长时间会有帮助，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那么多雷，拆不拆得完的问题。拆不完，你拉长也没用。就是最新爆的那个，你拆不掉它，它就会炸。只要一炸，其他都炸了。提问：恒大定时炸弹一颗一颗的爆炸，不见包子亲自出面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请问王婶，恒大暴雷会如何影响东南亚的经济布局？我不知道哎，恒大暴雷有什么影响东南亚的经济？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关联？逻辑上看不到什么关联啊。观点：恒大的美债是透过中国的银行发行的，如果违约，银行也有担保的责任。中共不救，会间接影响中国的信用评级，雪球会越滚越大，变成一个无底洞。哎呀，你能不能做点功课，好不好？美债肯定是有人发行，发行的责任是什么？发行的责任就是告诉你，我发行给你的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叫承销商有总发行，不是银行发行，也不是中国的银行发行，它通常是在哪里？债券平台上发行，要么在中国的债券平台，要么在香港的债券平台发行。所以这个跟中国的银行没有关系。做点功课吧，好不好？建议你啊。情况现在中国对入境的政策愈发严格，现在湖北省大部分地区14+14+14总共42天，辽宁地区是21天加7天加28天，总共56天。江苏全省14+14+28，总共56天。如果打12345市长热线咨询，只会告诉你21天或者是28天，但具体以社区为准，而基本上各个社区是顶格执行，尽量延长管控时间。文件上的健康监测落实下来，基本也变成了居家隔离，而且延长管控的政策也开始向其他省份扩散。呼吁大家，如果不是10万火急，不要回国。我看到这个图这个图是这样，这个图是这样，这个图是，哎呀，我这个应该准备 OBS 没准备好。北京是多少哈？我跟大家讲，北京是14+7+7，14+7+7就是21天再加7天，28天上海是14+7，目的地是先到江苏或者浙江，或者是安徽，3省任何一个然后3+11隔离转运到上海，再14+7非常复杂，非常长。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隔离？隔离当然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顶格处理，我没责任，对吧？我没有责任，反正领导说了7天我就7天，他说6到8天我就8天，10到14天我就14天，肯定没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还能顺便做个生意。你隔离在那儿，你得掏钱，自己掏钱，自己掏钱，我就让你住酒店酒店呢一天多少钱，算你钱，食宿全部自己掏，那我还能挣钱。所以呢，你看又没责任，还能挣钱，我为什么不顶格搞？就这个原因。所以你还要回去吗？回去想回就尽量回吧。不过别说没告诉你
观点：土共在疫情这件事情上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果是无辜的，肯定希望查个明白，还自己个清白。澳洲说一定，一说要查就限制进口澳洲煤，这就是做贼心虚，非常对啊。情况今天看到一个为停电洗地的微信文章，大致的意思说大范围停电是为了抗通胀，减少生产，这样可以抗衡帝国主义亡我之心，让他们去生产卖不掉的东西。评论一片叫好，真可怕。这个调调几乎可以套在所有领域。限粮食让敌人的粮食烂掉，限买汽车让敌人的汽车锈掉。你也别当是网民，这就是五毛在表演，这就是五毛在表演。你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当做什么？它不是洗地，它就是五毛表演啊！你想看就看，不想看，我觉得你不必看，浪费这个时间。情况，辽宁和吉林也在限电。我今天看到的是湖南，湖南也在限电啊。你可以看到现在啊，这个网友说辽宁在限电，湖南这个广东在限电，浙江、江苏啊，那然后是安徽、云南啊，这样辽宁、吉林啊，你看9个省在限电啊。理论上来说，我觉得只要广东在限电，基本上全中国都会限电。为什么？广东的电价基本上是比较高的了，在全国地区啊，就电价比较高的了。当煤炭价格上到一个这样的水平，电厂因为亏损，所以它会减少发电，因为它发的电越多，它越亏嘛。除非你政府补贴，政府要是不补贴的话，它会减少发电。那减少发电意味着什么？大家没电用，没电用不就限电吗？这个逻辑是一件这样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限产啊，限产是跟限电是限产的是控制它的生产，原因并不是因为电不足，是因为它要限产，就是双限双控啊，就是能耗双控。能耗双控的目标是直接通知它停产，停产就把它电给拉了啊，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这件事情跟这件事情没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那你可以看到，只要广东限电，全国所有的地方都面对的情况是一样，除非它储存的煤特别多，那它原来进了一堆煤，那个煤价格很便宜，它可以一直烧这个煤。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个电厂它的煤的储量是有限的，储存量是有限的。你了不起一个月之后如果煤价还那么高的话，你就没有库存了。这就是理论上，我认为理论上现在全国各地都在限电，只要广东限电，广东因为电价比较高，它限电的原因是它电厂卖出去的价格，它被政府定死了。那你只要一定死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电厂不愿意发电，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这件事情，我相信全中国都在限电，只是程度的问题。情况，奥特曼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等动漫全网下架，被舆论指责涉黄涉暴。主要二次元视频平台哔哩哔哩出现大量负反馈，习又打了个响指啊，那是要跟全世界脱钩。你看嘛啊，从停止小学不学英语开始啊，不考英语啊，我讲也准确一点。小学不考英语，小学不考英语反映什么？反映中国对英语的态度。英语是什么？英语是桥梁，是中国和世界沟通的桥梁。中国对英语的态度反映了中国准备和世界脱钩啊。那么奥特曼就开始，这是很清晰的这个方向，就是奥特曼开始做这个动作啊。情况21部动漫因为暴力画面被下架，奥特曼、熊出没、小猪佩奇、柯南等，从小孩子读物到游戏、衣服、动画片，把小孩子的娱乐一网打尽，难道不会让小孩子心理发展不健全吗？
加速师继续加速吧，我们等着车毁人亡的时刻。OK，情况回国温州14+14，温州本地酒店免费，但是根据各个街道自行安排，加7天居家隔离。OK，温州还是比较有钱的啊，其他地方就不敢想吧。提问：美贷的贷款方面对25%以上什么意思？超出金融逻辑的利息放贷款，请问王老师，这些金融老手当初也没料到今天吗？美贷没有25，美贷没有25。我印象中美贷最高的一次，整个市场哗然13啊，国内才25呢。就是我印象中这个理财，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应该是25美贷没有，美贷是13最高是13，其他有更高的告诉我一下更新一下我的资料。情况关于 CPTPP，虽然有11个签署国，但是只有8个国家既签署，也完成了议会的审批。未审批的国家为智利、马来西亚、文莱这3个国家还没有表决权。OK，情况观点看了上一集关于国民党主席的选举，有台湾媒体戏称这场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就像养老院里的一群老男人在互相互殴就算已经时日无多，也要为谁当老大争个你死我活。多数台湾人早已经把这场选举当成一场闹剧观点我也是把它当闹剧。国民党根本就没有生存的条件，为什么？他们根本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观点最近几期节目有一个现象，很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网友对于百亿、千亿的数字没概念。建议网友多阅读有具体数字的财经文章，数字不要一带而过，可以想一想这个数额的资金可以做什么，有多大影响。也请王老师分享自己的思考方法。数据很重要数据很有意思你做财经记者一定要对数字很感兴趣，数字里面有很多故事你比如说我们讲 CPI 就是这个物价指数物价指数它包含的东西有哪些包不包括房价呢？包不包括租金呢？它包括哪些东西它的权重有多少？所以一个 CPI 里面可以讲一个故事，好，很多故事，财经的数字里面都有故事，很有意思。大家其实我是觉得我是不想答，其实我是不想答那些你直接谷歌就能查到的东西。为什么？大家还是要养成这个好奇心，对一件事情追根结底、追根究底你才能够知道一些事情之间的关联。这个是如果你没有这种精神的话，你对财经的数据、财经话题里面的数字就不会有概念。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点财经的概念这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因为你兜里都有钱，怎么去看待你兜里的钱就我们叫对金钱的观念，对金钱的这种理解都很重要。所以我建议这个网友提的非常的好可以。对我来说，当然我们在安排这些节目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要尽量的少用数字我们以前我当记者的时候，我们有个规定，一篇稿子，我们一篇稿子不管你多长，你用的数字不能超过5个超过5个数字怎么办？你必须用那你做个表吧，贴上去就是这样。我们那个时候训练就是尽量少用数字，但是要用这个数字，你要跟他解释清楚我现在也是这么要求自己，但是有的时候也没办法，因为如果每个概念都在解释的话，我们基本上这个节目会拉得非常的长提问，请问王老师，对国内亲朋好友，我们怎么和他们聊我们知道的内容？
是否该聊，如何聊？今天我和几个国内的高知朋友稍微提了一下您的频道中关于房地产的观点，发现他们只是看到了信息点，没有真正意识到问题所在。谢谢。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说有两个，我们在跟国内的网友沟通的时候有两点，很重要。第一个要平等，不要居高临下。有些网友，这个会改变所有的一切，就是用平等的态度，用同理心的态度跟国内的网友沟通，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啊。第二个呢，要宽容，就是你要允许他有不同的看法，甚至要允许他有错误的看法。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特别要强调这种宽容，你得允许他坚持错误，你保持这两个，就是注意的这两点，你怎么说都没问题。你大部分跟国内的网友沟通，跟国内的亲朋好友沟通，出问题都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出了问题，最后不欢而散的原因都是跟这两点有关。你只要把这两点解决了，其他问题都没问题啊。提问：文革以来，孩子刚上幼儿园，老师要求家长在家里教《闪闪童心》，要教会录视频，家长和孩子要去幼儿园参加比赛。请问王老师，作为3岁孩子的父母，我们该怎么面对？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面对的方法就是让我的女儿读国际学校，但是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和有条件读，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抱歉，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个让人非常揪心的事情啊！自己的孩子，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局面，但是你眼睁睁的看着他就在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事情。有条件还是肉翻吧，啊。这个怎么读我不知道。明谢 Heo，我不知道怎么读，谢谢啊，谢谢 Helen 吴，谢谢。请问王老师对华为孟晚舟案最近怎么看？说明美国政府跟华为达成协议，正在达成协议，他们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应该是这么说啊。美国政府是要孟晚舟认罪。孟晚舟其实关键点是什么？关键点就是美国政府要孟晚舟认罪，孟晚舟不肯，核心的焦点在这里。那么现在你不肯认罪，那你就上庭，上庭看让法院判。那如果接受这种安排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在加拿大接受美国的这个传唤，就是上庭告他，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那说明这件事情有突破，就等于就是美国把加拿大给放过了，就加拿大你就可以不介入这件事情，因为当美国联邦法庭和孟晚舟已经有一个协议的时候，那加拿大就解脱了，加拿大就已经没有在这件事上没有责任，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我觉得跟两个加拿大的人质有关系啊。那美国可能做一些调整，然后就要孟晚舟认罪，你认罪交钱，我放你走，应该是一个这样的方向。情况坐标江苏宜兴，当地突然出台一个政策叫低效用地，说我们从今年开始每亩需要最低交税35000一亩，比如我们租赁10亩地就最低交35万税。我们这边企业叫苦不迭，基本要关一大片，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收回我们租赁或者是国有出让的土地，然后他们再卖一次，基本上是这样。低效意思就是你们是低效，这都是政府在违法。提问：这几天地方限电愈演愈烈，周围的同事到处传限电是不能说的秘密，中央在下大棋要对抗美国，不能用商品换成纸的美元，请问王老师怎么看？
这是不是中宣部对习脚踩西瓜皮失败的政策舆论误导？我觉得根本没有价值去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五毛的一个故事嘛，编故事嘛，编故事当然会有人相信这种故事，但是我觉得中国人不会那么蠢吧？不相信不一定说出来，不说话不一定就相信了啊。提问：王老师可否评说一下中国驻美大使最近的发言？你说的是中国是民主国家是那个吗？我在推特上写了3个字，叫不要脸，就是这个，就叫不要脸啊。说我们中国是个民主国家，那就叫不要脸，没有别的评价。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